人类花了几百年才搞定的一层膜，最早居然是用猪的盲肠做的，而且用完舍不得扔，洗干净晾干，下次接着用。关键这玩意儿在当时是高级货，穷人根本买不起。但这层膜上全是天然的小孔，只能挡住精子，不能挡住病毒，戴了基本等于没戴。直到1855年才有了橡胶板，厚的跟自行车内胎似的，保养的好一个能用一整年。再往后乳胶出现，才终于压到 0.03 毫米。但这不是终点，现在最薄的做到了 0.01 毫米， A4 纸厚度的1/10。今天咱就把这层膜几百年的进化史全给你讲明白。15世纪末，一种叫梅毒的病在欧洲炸开，脓疮从头长到膝盖，肉一块块从脸上往下掉，很多人染上没几个月就没了命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，一个叫法洛皮奥的意大利解剖学家给1100个男人套上一层泡过药水的亚麻布，结果这些人一个都没被传染。所以避孕套的头号任务根本不是避孕，而是阻挡病毒。后来人们又盯上了动物的肠子，羊肠、猪肠，甚至鱼逛都被拿来用。当时有一套讲究的清洗配方，把盲肠先泡进碱水，每隔几个钟头换一次水，来回泡上5、6遍，再用指甲把里面那层黏膜一点点刮干净，然后吹气晾干，剪成合适的长度，最后在开口处系上一根小绳，用之前把它吹起来，看看漏不漏气，用完洗干净晾干，下回接着用。可这层膜有个要命的死穴，它是动物身上的天然组织，表面布满了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孔。精子有好几微米，可以被这些孔挡在外头，但病毒只有几十纳米，这些孔对它来说跟不存在一样，可以大摇大摆地穿过去。而且这种动物膜做的套子今天摆在货架上卖，价格还一点都不便宜。美国的监管机构甚至专门规定它不许标注自己能防性病。为了焊死这道缝，人类就开始不停地换材料。1855年第一只橡胶套出现，但带着一道明显的接缝，厚得像自行车内胎，保养得好能反复用一整年。到了1912年，有人把橡胶用溶剂化开，再涂到模具上，第一次实现了套子真正变薄，去掉了接缝。紧接着乳胶普及，套子终于变成了用完就扔的一次性货，厚度被一路压到 0.1 毫米以下，接着又压到了 0.03 毫米，然后乳胶就死死卡在了 0.03 毫米，再也下不去了。因为乳胶的分子结构决定了量产做到 0.03 毫米就是它的极限，你再硬往下压，强度就撑不住，而一个会破的套子等于没有。想再薄，就只剩换材料一条路，接棒的是一种叫聚氨酯的材料，就是你跑鞋里那层软软的缓震，冲锋衣上那层又防水又透气的膜，而且它还是给心脏做的人造血管插进血管的导管，维持心跳的机器部件。换句话说，一种能在手术台上干生死大事的材料，和一个正躺在你床头柜抽屉里的小东西，骨子里是同一种东西。而且它比普通乳胶还要结实3到5倍，导热又快，能把体温几乎原封不动地传过去，就连对乳胶过敏的人用它都不痒了。靠着它，人类把厚度硬生生推到了 0.01 毫米， A4 纸厚度的1/10，比一根头发丝还薄7倍。不过这里有个必须跟你说实话的地方，标称 0.01 毫米，厂家自己实测下来大概在 0.018 毫米，差不多是你家厨房保鲜膜的一半薄。但即便打了这个折，但它也已经薄到离谱了。可越往薄了做，难度是翻着跟头往上涨。这就跟芯片从14纳米卷到7纳米，再卷到3纳米一模一样，数字看着只少那么一点，难度却是指数级地暴涨。因为薄和结实天生就是一对冤家，膜越薄，留给误差的空间就越小，配方上一丁点偏差都会被放大成一个致命的破洞。更狠的是，在实验室里做出一只顶配的，只能算本事；要让千千万万只出来的货只值一个样，那才叫真本事。所以每一只出厂之前都得单独过一道电检，挨个查有没有针眼大的漏洞。讲到这儿，真正的问题才浮出水面：人类拼了几百年的命把它做薄，到底图什么？答案居然不在物理层面。理想状态下，它的失败率只有2%左右，可一到现实里，实际使用的失败率能一下子跳到18%。这中间10几个百分点的差距，垮掉的根本不是那层膜，是人。一个让人觉得别扭、压根不愿意戴的东西，你做的再完美，也保护不了任何一个人。所以这场持续了几百年的战争，真正要赌的从来不是物理，而是人性。
只有让它薄到像不存在人才肯用它，而把这一点玩到极致的是泰国。上世纪70年代，泰国平均每个家庭要生7个孩子，人口压力巨大。这时候，一个外号叫避孕套先生的人站了出来，他做了件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荒唐透顶的事儿，把避孕套当糖一样满大街的发，走到哪里就发到哪里，还让小孩子拿去当气球吹。他的逻辑很简单，先让人不再为他尴尬，人才会真正去用它。结果20来年后，泰国的生育率从每家7个孩子一路暴跌到不足2个。到了90年代，同样这套打法又硬生生把艾滋病的传播曲线给压了下去。据世界银行估计，它挡下了数百万人的感染。这2件事凑在一块儿，成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案例之一。到这里，真正扭转乾坤的，从来不是一个更牛的分子，而是把那一点点难为情从人们心里拿掉。所以，千万别小看这薄薄的一层。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进了基本药物清单，全球每5个采取避孕措施的人里，就有1个在用它。它是仅次于绝育手术，是世界上用的第2多的方式。它挡在中间的是怀与不怀、染与不染之间那道看不见的线。而他身上用的那种材料，此刻可能正躺在某一张手术台上，被做成人造血管，替一个陌生人续着命，也可能就垫在你脚下那双跑鞋里，陪你走过每一步。人类花了几百年，动用了能造人造血管的顶级材料，到头来只为了把一层膜磨到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可就算这样，这堵墙到今天都还没被真正推倒，想再薄一点点，就得等一种我们现在还造不出来的新材料。说到底，这几百年死磕的从来都不是能做多薄，而是怎么让一样东西薄到像是根本不存在，却还能稳稳地把一切拦在体外。